为什么马股这波先磨后拉？背后到底是散户在割还是主力在戏？还有下个星期机会是不是还在呢？跟着我复盘看穿趋势，别再被情绪左右。说到大盘，咱们再来看一眼 KLCI 的周线图。这个星期整体上就是收了一根小阴线，虽然没有继续大跌，但也只是刚好踩在彩虹的白色线之上。很明显，目前的大趋势依旧是偏弱向下，要注意哦。只有当指数突破我们中短期的黄色线，也就是趋势分界线，我们才能说趋势真的开始转强了。目前怎么看？日图已经来到下降结构式，代表趋势还没扭转，市场还在反复试底的阶段。所以这一段行情，如果你只是盯着大盘，肯定是做不出什么成绩的。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大盘弱，我们就要专挑比大盘强的个股。记住，行情这种时候，强者恒强，弱者恒弱。只有领先突破强于指数的股票，才是资金真正要的猎物。这一期我们就要带你去找哪些比指数强的强势股。看看是不是还有你能低吸的机会啦。首先建筑板块简直是本周的当大旗，全周领涨 3.21%， 你没听错，3%以上的涨幅，在马股最近这种情况下真的是算亮眼了。接下来工业板块也不甘示弱，上涨 0.84%。产业板块小涨 0.77%， 公用板块 UDLD 比较偏防守，上涨 0.36%， 而最意外的反而是科技股了。这个星期既然下跌了 0.70%， 这是不是意味着科技反弹行情结束了呢？还是说只是资金短暂轮动？科技股的调整接下来是机会还是风险？这一点稍后我们会特别给大家分析清楚。强势领涨 3.21%， 这里我们要先回顾一下，其实早在5月的时候，建筑板块已经突破了牛熊分界线。当时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，这是全马股唯一一个站稳在牛熊分界线白色线之上的板块，也就是说，早在大市还在盘整的时候，建筑板块的趋势已经是率先转强了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建筑板块这一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？还来得及追吗？我们来看看建筑板块周线图，这一轮建筑行情短期或许会有高位震荡，但只要趋势不破，资金不撤，反而是强者恒强的节奏。而且从盘面上来看，建筑板块的量能还在，而板块里的核心个股也没有明显转弱的迹象，所以别急，别追高。接下来关键就是谁在调整中守得住，谁能创高，那就会是下一波建筑板块的明星股。3CON5263，这是建筑板块的核心龙头之一。星期五终于等到来了上升结构翼，大家要记得，上升结构翼就是趋势反转的第一步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呢调整结束，转势启动的关键信号。其实3CON在6月12号跌破皇太极之后，就开始了长达1个月的回调。重要的是，还同步出现了红利进出指标蓝色三角形，就是专门捕捉启动点的信号。一旦出现，就代表主力资金有异动。不仅如此，同一天 K 线还出现了白色蜡烛，也就是我们的弱势抄底信号。这是个资金流进趋势启动的共振位置。当然，我们说了那么多技术面，还得看看3CON的基本面。3CON是马来西亚建筑行业的领头羊，拥有强大的政府项目订单，尤其在基建、铁路、公共工程领域，一直是大型项目的首选承包商。
去年到今年，公司手上的订单一直维持高水平，再加上政府推基建，资金有预期，基本面有支撑，技术面又出现转势信号，这不就是趋势投资里最标准的基本技术资金共振吗？不过记得白色蜡烛是明灯，但不是保险。能不能启动关键还是要等突破压力，我们才会看到真正的上攻动能。所以三冠接下来的策略很明显，突破就跟回踩不破就低吸，跌破防守线咱们就要小心避开，这就是趋势投资。Gamuda 5398，这只可是马股建筑龙头中的更实力代表。先说基本面，在本地大型基建项目里，尤其是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地铁、海外工程，手中握着10亿令吉的订单，海外也接不少欧洲、台湾的大型项目，现金流稳健，盈利能力强。更重要的是，管理层以往的项目执行力，市场是有口碑的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。Gamuda 的股价是站在红利彩虹白色线、牛熊分界线上方，长期都保持着强势结构。今天这个星期五更是出现了真实突破皇太极的信号，而且还有庄家控盘的迹象。这波上涨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是有些投资者看到横盘的时候完全没有耐心，就提前出局了，结果错过了真正的启动了。但如果你回头看，真正的买点其实是在4月29号，当时出现了彩虹红利进出蓝色三角线，那个时候呢，股价才是在4块06仙，到今天涨幅已经是高达31.288%，所以选股票选的不是短线的一时冲动，而是选有趋势、有庄家跌了的股票还会涨回来，而Gamuda这是这波建筑板块里面有业绩、有趋势、有庄家的三有股。很多人一定会问，Gamuda现在已经涨到前面的高点了呀，现在正好来到前高的这一个技术压力位，资金有没有持续的推高？突破之后会不会有量能庄家的跟进？这才是我们要看的。所以目前的策略应该是突破加放量，我们才考虑追突破。如果红白加缩量，反而是观察，等回踩确认再布局。比起追，等它给你突破站稳的信号才是更稳健的做法。别忘了，好的趋势股涨得快也会修得快，关键是看你能不能在回调的时候有耐心、有策略去跟着市场节奏走。所以Gamuda现在不建议盲目追高，但绝对值得纳入你的重点观察清单。如果突破放量或者回踩不破再启动，那就是你合理的低吸机会了。IJM3336是马来西亚知名的建筑与基建公司，属于典型的多元化企业。但是今年1月开始呢，因为产业与建筑周期的调整，公司股价从2025年1月的3块1一路下跌到1块77仙，整整腰斩。但市场最有趣的地方就来了，当散户在恐慌亏钱离场的时候，反而是大机构主力资金开始默默的低位吸筹的阶段，而我们身为散户，其实也可以靠红利系统进出指标去跟踪这一些主力的动作。当蓝色三角形出现的时候，就是主力资金布局的信号，也是我们的观察重点。你看回去4月这一波，当蓝色三角形出现，价格才在1.770附近，直到今天股价已经上涨到43%，而且星期五还直接拉升了7.12%，出现了庄家控盘、资金流入的共振，这是不是就印证了一件事？主力在低吸，趋势在流转，
我们只要跟着趋势，就有机会把这一波利润轻松放进口袋。股票不是跌了就一定是坏事，有时候跌了才是主力布局的开始。只要你能看懂趋势，就不会在最低点被洗出局，反而能在反弹启动的时候跟着吃到大行情了。0245 MN Holding，MN Holding 是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工程，特别是随着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推动，订单与工程进度保持稳健增长，业务前景是有实际支撑的，不单是炒概念，而且公司规模虽不大，但属于典型的小型高成长企业，属于资金特别青睐的那一种轻资产工程项目型公司。接下来重点来了。MN Holding 是目前马股里少数能够持续创新高股票之一，而且庄家控盘非常的明显，还记得吗？早在5月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会员已经通过我们的双龙出海选股系统，第一时间捕捉到这只股票的起涨信号，就是在5月的时候了。从那个时候起涨点算起，你会发现到今天股价已经上涨了38%，所以说我的选股工具顺着趋势，利润真的不是靠赌来的。那问题来了，现在还能进吗？还安全吗？我的建议很直接，现在的 MN Holding 已经出现了5连阳，而且处在高位控盘阶段，不适合盲目追高，要做就要用60分钟图搭配红利进出的蓝色三角形去等下一个资金进场信号。你看回去，6月18号、7月9号60分钟图上都曾经有过非常清晰的蓝色三角形信号，每一次跟进后面都有不错的利润空间。所以现在的策略是不追高，用60分钟图找下一次低吸机会，有信号再动，有纪律才有利润。